尊敬的面粉们好，今天你们赚钱了吗？哎呀，面具人前几天比较保守啊，没有赚到钱。不过呢，昨天到今天是赚到钱了。昨天我叫会员们布局 ETC， 当时的价位差不多是37、38左右吧。那今天就涨到了40多美金，我和我的会员都吃到了接近10%的利润啊！什么？你说以太坊前几天涨了快20%啊？我没有追上。哎，面具人我都说了嘛，我前几天比较保守嘛，因为我觉得有风险，所以呢就暂时观望一下，那也总比亏钱好，是不是？保守也有保守的好处，明哲保身，要么不出手，出手的命中率就比较高了，风险也比较小。那你看 ETC 的这波暴拉，不就让我吃上了吗？好，来说今天的主题啊，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行业本质的问题啊。大家可以带着2个问题来听今天的节目啊，然后呢，节目的后半段仍然是我的行情分析和预判环节。OK， 来讲正题啊。等一下，在节目开始之前呢，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否则呢，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、政治风险预警，而导致你没赚到钱，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，可不能怪我啊。以后呢，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，也有可能是我忘了说没有数字啊。Anyway， 你们听到了以后，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，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，直接给你转账奖钱。那为了公平起见呢，你们的留言我暂时隐藏，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。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，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，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。以后呢，每期节目的幸运数字、幸运儿呢，我1周开1次奖啊，每天开奖太麻烦了。好，来讲正题，我想先问大家2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 NFT 一定是和区块链绑死的吗？搞网络收藏、数字收藏就一定要在区块链上面搞吗？第二个问题是相当于第3个问题了啊，那就是什么问题？我给忘了，让我想一下啊。哦，对了，去中心化真的好吗？去中心化真的有利于项目发展吗？好，来先解释一下前面的问题啊。面具人最近在研究宝可梦卡牌啊，这个呢也是我的会员群里面的群友推荐我入坑的。其实面具人我很是喜欢收集这些动漫玩具周边之类的，比如这个，你们看图 ，X 抗体暴龙机，全球限定只有100台，现在的价值至少3万美金吧，当年的价格只有不到300人民币而已，现在呢价格已经翻了500-600倍了啊。再比如说，大家看这些卡片，各位看到没有？很多70、80、90后的玩家应该都很熟悉这些角色吧？这些现在比较贵的卡片可以卖到几百美金到几十万美金不等啊，而当初他们的价格也都是只从价值几块钱的卡包里面获得的，价值到现在呢也翻了有几十、几百、上千倍了。嘿，听起来是不是跟炒作 NFT 很像？网上呢现在居然都有很多每张卡的 K 线图了，最新发售的卡往往都是最便宜的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项目方停售了以后，这些卡就会绝版，那么它的价格也就会开始涨。你们看这些网站的卡片的售卖列表，是不是很像 OpenSea 的格式呢？嘿嘿，其实口袋妖怪卡牌也算是 NFT 了。它分为实体藏品和网络数字藏品，而且口袋妖怪卡牌把这2个都囊括了。大部分人一听到 NFT 就觉得 NFT 和区块链是绑定死的，对吧？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。其实并不只是 NFT 才有收藏价值的，那收藏品它也有收藏价值，很多动漫玩具的周边它也有收藏价值。它既可以是实体，也可以是 NFT， 也可以是在网上挂卖的各种各样的藏品。而这个宝可梦卡就是实体加网络，它的每一张卡都是可以上传到自己的 APP 里面进行网络对战的。而人家的项目方任天堂会不停地出动画、漫画、游戏机、电视剧、小说、书本、画册、周边玩具来维持热度。
宝可梦宠物小精灵的这个 IP 已经伴随了70、80、90、00后一批又一批的小伙伴们的成长，而它至今的热度仍然不减，旗下的卡牌、手机游戏一直在刷新行业的新高，入坑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，而且源源不断。当有新的玩家想要进入，而老的玩具已经绝版了以后，如果说这些新的玩家想要玩、想要得到，那他们只有付出更高的价格才能得到，这才是健康的 NFT 形式。那说到这儿了，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所谓的去中心化对项目方、项目的发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。等一下啊，在讲这部分环节之前呢，面具人先来给大家表演开3包卡。大家可以看一看我的运气怎么样啊？能否开到一张价值连城的卡啊？来，大家看一下。只会剩我一个，系统就是恐惧，不，我是意志的克星。目的地收到，终结这次苦难吧，不能休息，他们会知道害怕的。我侦测到渣子的存在，必须惩罚他们背叛有罪，你们会死得很干脆的。处决，生存就是折磨，处决，死亡是唯一的解脱，幸运将会被根除，永恒的生命无尽的折磨。处决，生存就是折磨，处决，死亡是唯一的解脱，幸运将会被根除，永恒的生命无尽的折磨。这本该是我最辉煌的时刻，但我残破身体不能承受更多，被概率军队砍成了2段，忍受的是无尽的奚落，这终究是我懦弱的因果，承接着一切肮脏的工作，去从这世界伪善的恶魔，在阻碍了实验室里，我等到复活，带着200只死叉着残缺腐烂的尸体，在那充满恐怖无数的实验室里，望着镜中丑陋不堪的自己，想着我要承受形式，我会找到你，拖着这副残缺丑陋的身躯。由于刚才的麦克风没有声音啊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今天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只开了3包，连着3包都开到闪卡了，而且还有一张是最高稀有度的黑金卡啊，还有一张是我最想要的 VMAX 巨前蟹，我买了这么多的包就是为了这张卡。然后呢，就是异色构图的智慧心，也是闪卡啊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哇，真的好屌啊！尤其是这张是稀有度最高的黑金，一看就是低调奢华高贵，是吧？然后这张闪光的巨前蟹 VMAX， 这是我最想要的，哇哇哇！吸了一口仙气啊，承蒙大家的关照呀！我不做今天的这期节目啊，不是心血来潮买了几包卡，我还真不一定能得到这3张呢。哇，回血了，回血了！好，我们继续来讲正题啊。面具人，我一直相信钱和氪金就代表运气啊，钱就是超能力。我今天开3包，我中不了好东西，那我明天开30包、300包啊。今天为什么只开3包啊？并不是说面具人我没有钱啊，只是这期节目毕竟不是专门的开包节目。以后你们想看的话，我有专门的开包节目，我有几百包、几千包、几万包，我都买得起啊，不存在个啥问题。好，继续来讲主题啊。我们讲一下去中心化吧。来，各位，纵观一下全世界的各种值钱的商品、值钱的东西，它是不是都是有中心化的？比如古董，古董必须是由鉴定师鉴定出来，它有历史价值的，它才能卖上好价钱。再比如苹果手机、PS5、宝可梦卡牌、黄金这些东西，要么是公司运作的非常好，要么呢就是实用性高。那实用性也是中心化的嘛。而所谓的去中心化，它的价值在哪里？我来告诉你们一个行业秘密吧，也是很血淋淋的真相啊。去中心化的价值就在于，所谓的去中心化只是区块链项目的单方面的说辞啊，是项目方为了避免法律责任、方便割韭菜的办法、说辞和套路。其实区块链上面所谓的去中心化啊，它并不是完全意义、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，它就是一个编傻逼的。其实项目方对你是去中心化的，你对项目方是不去中心化的。项目方永远可以控制你，你不要说只有小项目、土狗项目才能这样做，
大项目啊，也可以完全控制它的韭菜啊，并不是去中心化的，并不是说啊你想干什么，由社区主导，社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还是项目方说的算，还是项目方的领头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就从这一次的以太坊升级来看，所有的社区散户共识、矿机、矿商都是个屁。矿机矿池，就连去中心化交易所的龙头 Uniswap 也出来站队，说不支持分叉了，我们只支持以太坊 2.0 的合并。啊，你们这些散户的共识都是鸡巴，你们想怎么样不重要，你们也控制不了项目方怎么走，代码怎么写。这些赤裸裸的所谓的去中心化的项目方，到这个时候就不去中心化了，他们就跳出来站队了，来控制自己的韭菜了。这些行为是狠狠地打了那些去中心化信徒的脸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反过来看呢，面具人，我觉得中心化没什么不好的，因为项目要发展好，就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士组成的专业团队去运营、去主导发展，而这必然是中心化的。所谓的去中心化，只是为了避免责任罢了。项目方割完韭菜了，然后就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去中心化、匿名制、社区责任等等，成为他们不作为的借口。但是呢，当他们要割韭菜的时候，就又有中心化的权利了，他们想怎样就怎样。别叫了，我一说中心化，你也不高兴了啊？是不是？你们仔细观察，平时要让这些项目方负责任，要让这些项目方带大家挣钱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用什么去中心化呀，啊，这跟我们项目方没有关系呀，都是社区共识呀，用这些话来推脱。而当他们想割韭菜的时候，他们又跳出来了，仿佛啊，项目怎么走、怎么做，完全必须都得听他们的。哎，你别啊了，你的声音很难听呀，啊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，网络上的 NFT 项目很少有活过3个月的，啊，就看最近的前段时间吹牛逼吹得很火的，什么引领华人发展了华人之光的全世界最牛逼的什么跑鞋项目 Stepen， 现在的玩家只有1000多人了，有时候呢1000多人都没有。各位，那你们知道这些所谓的去中心化的网络项目为啥活不久吗？因为割韭菜，利欲熏心。去中心化嘛，人家把钱赚了以后，就孔雀东南飞了，去了中心化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把钱赚了，把你们割了以后，就可以不负责任了。他们当然就要各自散东西了，对吧？把钱一分，人就跑了，那就去中心化了嘛，是不是？只有你们这些散户傻逼们被中心化了。哼，反过来想一下。为什么人家口袋妖怪、宠物小精灵、宝可梦可以存活25年、30年之久，而且它的产品是越老越值钱？20年前的卡牌到现在都可以卖几十万美金，至少翻了是500倍、1000多倍的价值了。为什么？甚至几千倍、上万倍的价值了啊！有时候这个卡牌啊，几块钱的卡牌到现在能卖几十万，太吓人了。为什么人家就能活几十年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中心化，人家项目方每年都会投资大量的金钱用于开拓各个国家的市场，赞助桌游店、玩具店，举办比赛，出电视节目、游戏、小说、玩具，从各个领域一直在推陈出新，维持热度，不停地挖掘新用户，组建自己的文化圈子、文化团体。那说到这儿了，很多人就有疑问了啊，用户总是会挖完的嘛，这个圈子挖完了，用户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了，怎么办？简单呀，再挖掘下一代人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等80后老了，他们就培养90后的新观众；等90后老了以后，他们就培养00后的新观众，源源不绝。可以说，韭菜们长完一茬又一茬，生生不息。而且他们也不会一次性把韭菜给割死，他们还会经常以内容情怀为导向，甚至很多人是孩童时代看了宠物小精灵，小时候因为家长不给钱没钱，等长大了以后再投入数倍重大的资金为情怀去买单，小时候买不起，长大了以后有钱了，哎，回去再把自己童年的心愿
都给满足了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不单单是宝可梦啊，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做的。比如数码暴龙、爆丸、NBA 球星卡、游戏王，他们都能做到这一点，都能收割很多情怀粉丝，也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。他们之前的老旧产品也都很值钱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性，你们观察，他们就是中心化的。这些所有的项目，宝可梦呀、数码暴龙呀、爆丸呀、NBA 球星卡呀，他们背后都是有着世界一流的强大公司。宝可梦背后任天堂，数码暴龙、爆丸背后是万代，对吧 ？NBA 球星卡 NBA， 是不是？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宣传、故事体系。NBA 的球星就是最大的支撑，人家数码暴龙有自己的电影、电视，还不停的在出，宠物小精灵也是家喻户晓，包括现在的小孩也知道，这就是中心化的威力。而去中心化是不可能做到的，因为只要有项目被专业的团队引领发展，那它肯定是中心化的嘛，它肯定是围绕着这一个专业团队制定的发展计划和路线去走的嘛。那如果说按照什么去中心化社区共识来去做的话，首先不可能，因为网站怎么做、代码怎么敲都是人家项目方说的算。其次呢，你们这些草币的人有很多是小学生、初中生初中都没毕业的低文化、低能力的社会底层，你们能出来什么样的好主意？你们懂商业发展吗？你们懂这些怎么写商业计划书吗？你们不懂。所以呢，听你们的就会被拐到沟里去，所以呢，不能听你们的。各位，听我讲了这么多，你们现在是不是能发现了去中心化只是骗子的说辞罢了，对吧？去中心化在任何项目上是不可能完成的，也是没有意义的。它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帮某些项目方摆脱责任，帮他骗。仅此而已。你们可以看到面具人，我为什么最近半年都不接任何项目了？因为现在只要是个项目，都谈什么去中心化呀、匿名制呀，给我扯这些蛋，我一听就知道是割韭菜的、摆脱责任的，我直接就叫他们滚蛋了。我这半年唯一推的 Space 工会、Cyndia 以及 Internal Bra， 他们是一个公司，人家的项目方就很真实。人家直接就说了，我就是中心化的，人家就是公司，人家从美术设计、电视剧、小说、比赛都有自己的长期规划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去投资 Space 工会旗下的项目，这些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翻几倍、几十倍的可能性是有的，而不像网上的那些其他的项目方，收到钱以后就要去中心化了，就要跑路了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什么社区共识了，这是去中心化的，这是散户们做的事情，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实际上呢，你们不知道他背后用了多少什么刷单呀、私藏裤裆里面的币呀，各种的阴险的手段割你们的韭菜，对不对？你们去观察那些网上的98%的区块链项目它的风险是随着项目时间的推移而增大的。各位打开 K 线图看一下。之前说的什么蓝筹项目呀、明星项目呀，看看他们的币价走势，是不是都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奔着归零去的？几乎无一例外没有哪一个说的是，按理来说你项目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你收到的资金越来越多，你应该是越来越发展的嘛，怎么可能是越走越差的呢？不这就是骗术，这就是割韭菜。他不割你的韭菜，他怎么赚钱？难道真的是要辛辛苦苦的、兢兢业业的去发展什么企业、发展什么项目吗？各位，你们仔细看什么史币呀、露娜呀、Stepen 呀，你们去看它的 K 线图，什么猿猴呀啥的，是不是都是跟着时间的推移而归零的？至少都是从一个顶点一直往下跌，一直往下跌，一直往下跌，奔着归零去嘛，对吧？这就是为什么面具人我现在选项目谁给我说匿名制，谁给我说去中心化，我直接就操他娘了，听明白没？而 Space 工会这个公司，人家全部的成员都 KYC 了，
所以呢，不存在不负责任，或者是人家就是奔着割韭菜来的，不存在。现在呢 ，Cindia 的宝箱已经销售完毕了，召唤石呢，它也要马上结束销售了，它的召唤石呢，也要马上结束销售了。感兴趣的，我频道下方有链接，你们自己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。现在注册呢，还可以每天去完成一些任务，得到它的一些代币或者一些其他的奖品啊，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交易的。好，最后再来说一下行情预判啊，今明2天的操作建议啊，我个人的操作建议啊，至少我自己是这么做的，你们跟不跟那是你自己的权利，行业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啊。是你们的自由，想买了就买，不想买了，没人拿着刀架到你的脖子上买。大家只需要观察一下，现在有几个关键点啊，那就是15号以太坊就升级完成了嘛，还有3天半的时间，是不是大家也会感觉哦，越接近合并升级的当天，大家都知道越接近就越会涨，但是面具人我还是担心有坑。因为我觉得之前到现在已经涨了很多天了，啊，这个现象不正常。但是心里面我又怕踩空，没有跟上这波行情赚到钱，所以呢，我打算的操作是放大胆点儿，搏进去啊！我放进去个半仓，以太坊、ETC、比特币，我各买个2成左右吧。然后呢，我把设置止损摆在个6%到8%之间。一旦是跌到了6%的跌幅，我就把它抛掉啊，博个利润。如果触发止损了，那就证明能跌到6%，可能就会跌到8%、10%，甚至出现10%几的跌幅，那我就及时撤了，对吧？5%、6%我就收手。然后呢，再等合并当天，如果出现了连续的阳线，我再追进去买进去就 OK 了。毕竟嘛，做这种风险投资，它一定会有风险的啊。我们判断的再准，只能降低我们的风险，提高我们的利润的可能性。我的操作是这样的，前几天我还是比较保守，我连买都不买。但是今天啊，其实我还是想保守，我打算看一看明天的行情，至少呢把明天看完，我才能比较清晰一点。好，如果有更及时的消息，我来不及做节目给大家分享的话，我会在会员群里面第一时间公布的。如果你们想要学习更多的交易知识，包括获取及时的点位信息，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，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，办理会员入群手续。祝你好运，再见。